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圆桌骑士》，使用的仍然是帕西瓦尔。昨天攻略了前5关，今天攻略第6和第7关。刚刚这一下我是怎么挨打的呀？没有看懂。我是知道会出现2个射火箭的小兵，所以说我是站在他们身后看他们的，可能是他的火箭射到了我的斧子上。开场又抢到了1匹马，但是昨天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，大叔啊，帕西瓦尔骑马的时候不是很好用，因为他的攻击的距离太短了。但是我觉得比帕西瓦尔本人在地面的时候操作性要好一些，虽然和亚瑟骑马是没法比。骑马的状态打这个精英怪，手感非常的好。第6关的场景叫做异域之王，因为本关 BOSS 是来自于东瀛的武士。其实看敌方的配置，本关的 BOSS 还有幻影这种角色可能都是雇佣军。敌方小兵的配置里边还有这种会 TP 的法师。最难对付的敌人就是这些可以防御的穿着盔甲的小兵了，攻击力很高。一般的小伙伴玩这款游戏的时候都使用亚瑟或者是兰斯洛特，我觉得兰斯洛特使用的频率应该是最高的，但是昨天看很多留言发现亚瑟也是有一些支持者，唯独腐男没人提到，这让我有点伤心啊。很好用好吗？咱们继续利用 Y 轴砍这2个精英怪。大家注意，他的名字和第1关已经不一样了。当 BOSS 的时候，他叫做斯考恩；作为精英怪的时候，他叫做大个子。刚才有一个加分的道具没有捡到，我个人的习惯是每一个可以砍开的加分的道具我都要补1斧子，可能是有一点手欠，但是像刚才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赔了呀。所以也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，大叔啊，我建议你这种情况就不要砍了，直接捡吧。等级来到了12级，12级的话人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，最明显的就是他变秃了，也变强了。所以帕西瓦尔的职业是程序员吗？为什么秃了呀？其他的角色升级之后都是银甲升金甲之类的，在盔甲上做文章，唯独腐男升级的时候头发没了，所以说可能原来是前端或者是后端，现在已经是架构师了。第6关的流程比较长，它和第7关加在一起，整体的长度和前5关已经差不多了。前方就是 BOSS 战，这个场景其实让我有点想起只狼啊，狼手被斩掉的那个场景。BOSS 的名字叫做村正，
看起来穿着盔甲是一个武士，但是他的战斗风格更像忍者。腐男打他的话，回身斩非常的好用。村正可能也是他手里拿的这把武士刀的名字。其实村正一开始是一个家族，专门是打造名刀的，但为什么最后变成妖刀的代名词了呢？可能是战国期间德川家几代人都死在了或者是伤在了村正之下，从德川家康的爷爷到德川家康的儿子，几代人无一幸免。第7关，也就是最后一关，本关的场景是国王城堡的决战，一共要打3个 BOSS， 流程上也是最长的。其实以本关的长度，分成2个还是比较合理的。这样的话，这款游戏就有8关。其实有些游戏的关卡的数量上、长度上，它的设定让你不大理解。比如说合金弹头，常规来说是6关，但是最后一关的长度拆成3个关卡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刚才的这波小兵打起来非常的有意思。盔甲兵射的火箭竟然可以射到自己人，刚才他射了一下，结果盔甲兵还还手了 ，A 了他一下，应该是 A 不到的。最后一关了，道具给的是真好。我的等级现在是13级。不知道最终 BOSS 之前能不能升到16。利用我的长度把敌人击败了。在长度上我还是十分有自信的，不仅长，而且攻击的频率很快。挥舞起来也十分的刚猛。本关到现在，咱们还没有混上一匹马，一直都是无马的状态呀。上一期也提到了，我使用腐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就是重斩，当年我用的不是很溜，它的节奏非常奇怪。使用重斩还有防御的时候，你需要先把攻击键按下，然后再推方向或者拉方向。我就感觉操作方面和以往的轻版动作游戏差距太大，十分不适应。后来发现腐男跳跃攻击就可以出重斩，防御反击那种玩法对于操作的精准性要求太高了。你失误一次，可能血量就会掉很多。这是本关的第1个 BOSS 铁傀儡，咱们就是 AB， 然后上去重斩就可以了。这 BOSS 一定要快点打下来，否则的话夜长梦多。大家欢迎，这是第2次面对他了。我感觉这次他的血条好像变短了呀，是不是上次和咱们打架伤还没好？
后边这2下重斩没有砍到。他为什么自己倒地了呀？难道这个大招也打到他自己了吗？奇怪啊！而且幻影这个 BOSS 和前边的村正也差不多，都比较偏忍者系。不过他投掷的武器不是手里剑，而是菜刀，这个当年真的惊到我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堂堂的一个 BOSS， 远程武器竟然是菜刀，而且他这个菜刀的投掷方式是抛物线，不是直线，所以菜刀很少能够命中玩家，算是他比较弱的一个招式了。15级，经验还剩19000，血量还够 AD 一下，快跑！这里的难度很高，可惜我没有马呀。仍然是利用我的长度。有血就 AB， 4、5个敌人，还包括这种重甲，你很难能够全身而退，还不如 AB 呢，输出还更有效率。前方就要面对本作的最终 BOSS 加里戈蒂大公，他现在是骑着马的，但是玩超人的版本是没有骑马阶段的。腐男打他的话，可以利用近身的跳斩，但是距离一定要掌握的相当好。他被砍之后，你才能有足够的时间躲开。他放 AOE 的时候也要注意防御。非常可惜，后面他是会下马的。如果他不下马的话，咱们打他还是比较简单的。大家也都知道，下马一般发生在即将退役之前。啊，不对，什么退役，什么下马。我想表达的是 ，BOSS 要退场了，对，要退场了，不是退役。他血量不多了，才会下马。而且他下马的时候，头盔是可以捡的，能加点分儿。咱们有马了。找个机会把马放了，可以冲他2下。这家伙有好几招，范围很广，可以 AB 拼了，我感觉他血量不多了。好的，打完之后才升的16级，你这有什么用啊？通关之后的剧情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圆桌骑士》，使用腐男帕西瓦尔通关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Excalibur, move!